2025年6月10日，加拿大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轮渡公司 BC Ferries 宣布和中国招商工业威海船厂达成采购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一场全加拿大广泛讨论的政治风波。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争议事件让一个20多年前的加拿大 BC 省的重大政治丑闻再次曝光。而如今，这个经过4年项目周期、本地厂家优惠、全球公开招标之后的商业决策，真的让 BC 省乃至全加拿大的造船工人面临失业的风险吗？为什么对华强硬的自由党资深政客方慧兰最终会黯然辞职呢？ BC Ferries 是加拿大 BC 省的大型国有私营轮渡公司，运营线路连接温哥华与沿海各岛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轮渡服务公司之一。负责人称，项目经过了4年的公开征询、国际考察和安全备调等严格的全球采购流程。加拿大基建银行授予10亿加元的融资信贷合理合规，并且在招标中已经给了加拿大本土造船公司很多的方便，以方便他们的入围。尽管 BC 省的市长和议员们普遍支持这一采购决定，但反对党和 BC 省之外的议员纷纷表达担忧，一致指责 BC 省抛弃了加拿大工人，呼吁 BC 省长取消合同，要求联邦政府取消项目贷款。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时任交通部长方慧兰 Freeland 在多次表达震惊、失望和担忧后，反而陷入了更大的争议。按理说，涉及数十亿加元的重大政府资金项目，如果直接设定厂家限制，比如限定加拿大厂家完成，也完全可以理解，就不会引发这样的政治风暴。但 BC Ferries 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最终选择全球招标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和 BC 省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丑闻有关，这就是快速轮渡丑闻。20世纪初 ，BC 省的造船业曾经达到鼎盛，二战期间更是巅峰时刻。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材料价格飙升、劳动力成本高昂、劳资双方纠纷以及来自亚洲造船厂日益激烈的竞争， BC 造船业几近衰落。在此背景下，90年代当时还是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预算的 BC Ferries 正计划采购3艘新的轮渡。由执政的新民主党 NDP 省长克拉克领导的省政府决定利用这3艘轮渡项目推进其经济计划，也就是通过在 BC 省建造这些轮渡，既能满足轮渡公司的需求，又能在未来通过出口高速轮渡来振兴 BC 省的造船业。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济刺激配方，政府投资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增加税收。既然决定了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么具体的工程就由 BC Ferries 的子公司 CFI 做工程总包，主要原材料采购 BC 省铝业公司生产的铝材，由 BC 省私营造船厂 Seaspan 承建，最终目标是形成产业，冲出美洲，走向世界。观众朋友对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呢？项目于1994年启动，在规划阶段，当时全球知名的高速轮渡运营商澳大利亚霍利曼公司就向 BC 省政府提出了严重警告。对于一家首次建造高速轮渡的公司来说，按时、按预算、按规格建造这些船只是不可能的。当然，霍利曼公司肯定也有自己的商业考量。另一方面， BC Ferries 管理层对于这个项目内部也有疑虑，明确提出需要慎重评估。但是 BC 省政府仍然决定自力更生，大干快上。由于 BC Ferries 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于是政府部门亲自下场，代替这个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各种决策。总包公司 CFI 的董事会成员因为不听招呼而被政府全部替换。结果不出所料，熟悉的配方必然做出熟悉的味道。正如霍利曼公司警告的那样，由于政府、BC Ferries 设计部门和造船厂全链条种种问题，项目成本从 2.1 亿加元飙升到近 4.6 亿加元，翻了1倍多，交付时间也比原计划晚了近3年。当然，实际上这种项目拖延和预算增加，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历史上和现在都屡见不鲜，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在船只投入运行之后才彻底暴露。1999年，2艘轮渡投入运营不久，就发现超高的油耗
发动机叶片不断故障、轮渡通风不畅、活动空间狭小等种种问题，与计划目标相距甚远。特别是巨大的行驶尾流经常激起高达3米多的海浪，损坏了沿途多个码头附近的建筑，还多次导致附近游玩的皮划艇被掀翻。这在温哥华这样一个以平静海湾而全球知名的休闲度假城市当然不可接受。在此情况下，第3艘还没有投入使用，新任 BC 省长就决定将3艘轮渡以白菜价挂牌出售。2003年3月24日，3艘轮渡以1940万加元的价格卖给了华盛顿海事集团，价格不到成本的5%。在随后的省议会选举中，新民主党 NDP 几乎被全部逐出省议会，拍脑袋项目必然以拍屁股走人而结束。后来的审计报告指出，高速轮渡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且不限于以下：一是政府官员亲自下场指导工程建设，外行领导内行。BC Ferries 董事会的许多决定是在政府指令下被迫做出的。二是 BC Ferries 的子公司 CFI 负责总包和监理，但上下级2个公司的 CEO 是同一个人，他既代表建造商，又代表监理机构，还代表未来的业主和运营方。甲方、乙方、丙方意见条。三是项目预算和时间表是在没有调研、没有设计、也没有选择承包商的情况下制定的，也就是典型的一边动工一边设计的拍脑袋项目。总之，在这个代表着史诗级无能的政治丑闻之后， BC Ferries 在后续的船只采购时必然不希望再有政府部门指手画脚，因此后续项目的政治参与度就少了很多。但是在20多年之后，丑闻事件不再经常提起，就有了一些政客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再次把政治因素强加到商业项目之中。2025年上半年，在中加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低点的同时，小特鲁多政府在与美加关税谈判的内忧外患之下被迫下台。自由党候选人马克·卡尼在2025年4月的党魁辩论中称，中国是加拿大目前最大的威胁，似乎这样的表态可以重新获得美国的宠爱。而恰好此时，美国开始打击中国的造船业，加拿大紧跟美国的步伐，继续加大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所以此时中国船厂要给加拿大供货的新闻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反对派的保守党一致要求联邦议会针对该项目进行一次专门的听证会，要求 BC 省长、BC Ferries 公司、交通部长方慧兰、贷款银行等接受议会的质询。这实际上是针对 BC 轮渡项目的批斗大会。2025年8月1日的质询会议上， BC Ferries 首席执行官表达了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现有轮渡运营超过50年，必须尽快更换；二是私营项目不希望受到政治干预，这是隐晦地表达了20多年前的政治丑闻影响；三是即使如此， BC 轮渡也调整了资格要求，以确保加拿大本地造船厂能够获得入围资格。但是尽管当时有2家本土造船厂通过了预审，但最终都没有正式投标，理由是他们认为自身无法与规模更大、产能更强、成本更低的国际船厂竞争。四是加拿大船厂目前都已经满负荷运转，他们的排产已经到了10年之后，原因是他们正在为加拿大政府的军方订单工作。第五是过去10年，中国给加拿大建造了近100艘船舶，其中还包括联邦政府企业的最新交付的订单，而这个订单正是出自同一家中国船厂。这几个理由列出来之后， BC 轮渡公司可以说在这个会议上涉险过关。BC 省长尹大卫也表示理解公众的担忧，也知道产业保护的重要性，但不会取消合同。当然也是根据前面说的历史丑闻， NDP 不会在同一个问题上犯2次错误。虽然 BC 轮渡公司在质询会议上安全过关，但负有领导责任的交通部负责人方慧兰就麻烦大了。在这个质询会议上被议员们反复摩擦。方慧兰是乌克兰裔加拿大资深政客 Freeland 的中文名字，他先后出任特鲁多政府的国际贸易部长、外交部长、副总理兼跨政府事务部长、财政部长。曾经的特鲁多下台后呼声最高的自由党接班人。2025年在马克·卡尼政府担任交通部长，是长期主张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他极力主导紧跟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但后来在加拿大美国关税问题上被执政党抛弃。他因批评川普
而被川普称为一个非常糟糕的笨蛋。方慧兰于2024年底辞去特鲁多内阁职务，被认为与川普的紧张关系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方慧兰同时得罪了加拿大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和中国，可以说是近年来加拿大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比较尴尬的典型代表人物。但是作为反华急先锋的方部长，为什么会被议员们强烈质疑呢？在质询会议上，代表 BC 省的议员基本上提问相对还比较温和，能够客观承认轮渡急需更新换代的事实，然后提问一些显而易见的走过场性质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要代表选区公众的真实需求。但是反对党和其他省份的议员则本着轮渡安全关我鸟事的态度，跳过客观需求，直接质问为什么要伤害本土船厂，为什么不直接停止贷款取消合同，为什么要给敌对的中国送上真金白银，还要递刀子。可以看出来，这些比较激烈的质询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制造，不如说是加拿大党派的内部斗争。所以作为反华急先锋的交通部长方慧兰也只能一遍遍说很震惊、很担忧、很努力，未来再发展。而其中的一个问题让方慧兰彻底陷入麻烦。原来 BC 轮渡公司早在4月份就已经邮件通知了方慧兰任职的交通部，中标方会在2个中国的厂家之间产生，也就是方慧兰应该早就知道了项目预期的结果。而这与方慧兰后来很震惊的表达很不一致，因此在这一点上被反对党揪住了小辫子。过去10年，中国在加拿大交付了100艘各类大小船只，作为交通部长的方慧兰不会不清楚。而4月份他知道 BC Ferries 采购结果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反华不绝对会被质疑成绝对不反华，尤其是老同事马克卡尼关于中国是最大威胁的言论，给保守党递了最锋利的刀子，反而捅到了他的身上。另外说一个题外话，马克卡尼还是方慧兰儿子的教父，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干爹吧。为了挽回政治声誉，1个月之后的9月2日，方慧兰迅速拉起了一个名为加拿大制造的产业大会，汇集政府和钢铁、造船等交通产业界代表，探讨如何确保未来的大型公共交通项目能够在加拿大本土建造，试图通过继续鞭打 BC Ferries 而强行挽尊，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因为 BC Ferries 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干脆把话说透了。第一，在吸取了上世纪90年代高速轮渡丑闻的教训之后，未来的船舶采购必须不受政治干预。第二是对方慧兰震惊担忧的言论表达惊讶和失望，因为方慧兰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于是挽尊失败。在主持召开 Made in Canada 不到2周之后，9月16日，方慧兰宣布辞去卡尼内阁职务。回到此次争议的项目中，为什么在4年的项目周期中，加拿大本土船厂最终没有提交投标呢？显然，亲身经历过快速轮渡丑闻的加拿大造船厂不希望在公众还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丑闻时重蹈覆辙。然而，这段丑闻并不是他们不投标不比稿的根本原因，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就是本土船厂早就被政府订单喂饱了，吃不下了。2019年5月，时任总理特鲁多宣布，加拿大计划斥资157亿加元建造18艘新的海岸警卫队舰艇，其中的16艘由温哥华的 Seaspan 造船厂承建，就是当年丑闻中的私营厂家。另外2艘由新斯科省的欧文造船厂承建。特鲁多表示，这将增强加拿大世界一流的工业实力。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温哥华造船业即将破产的时候，联邦政府就已经给了温哥华西斯办公司一份80亿加元的合同，从而让他们把生产计划安排到了2034年。而2019年的157亿加币的合同，他们的生产计划可以安排到哪一年呢？或许50年之后吧。而这些船厂对这个157亿加币订单的态度绝对让人意想不到。据 CBC 报道，他们的态度是感到有些焦虑和担忧，因为特鲁多政府还同时宣布将追加20亿加币的投资，引入第3家加拿大造船厂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对此，西斯班造船厂当时表示，他们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感到担忧。拿了157亿的项目排产到了几十年之后，却还要对另外20亿的潜在竞争感到忧虑。据 CBC 报道，西斯班船厂希望尽快与政府讨论第3家造船厂的安排。
真是吃了锅里的还看着别人碗里的。所以不难看出，以 BC 省西斯潘造船厂为代表的加拿大船业 Old Money 连本土的新进入者都不欢迎，何况像中国供应商这样的性价比最好的外来者。那么中国的船厂竞争力为什么这么强呢？自2009年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家。2024年全球建造的8900万吨商船中，57%由中国建造。按订单量排名，全球前20大造船厂中有14家来自中国。据美国海军统计，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多倍。但是几十年前，中国造船业的情况和加拿大同行一样岌岌可危。中国造船业的大改革起始于1982年，当时中国将几乎所有造船业务整合到一家国有企业——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也就是中船集团。它当时拥有26个造船厂、66家工厂、33个科研单位、3所大学和海事院校，总共30万名员工。20世纪80年代，全球船舶市场非常低迷，世界各船厂都在想办法活下来，因此价格竞争异常激烈。由于业绩惨淡，中国造船业在中国政府中的话语权非常之低，以至于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1982年和1983年超过90%的订单都给了国外的造船厂。可以看出，80、90年代的中国造船行业和加拿大同行情况非常相同。然而此后，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和加拿大同行的发展路径却大相径庭。由于国内订单太少，中船集团被迫开始试探性进军国际市场。短短10年之后的1992年，经过充分的市场化竞争，中国已成为世界第3大商用造船厂。关于市场化竞争有一个细节，中国船厂内部各部门之间都要签订合同，约定交付的时间和成本目标，而员工通过这些目标才可以获得奖金。尽管90年代中国造船业已经达到世界第3的地位，比如1996年中国新建商船中有85%都是出口的订单，然而其总体体量仍然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1999年底，中国的订单量不到日本或者韩国的1/10，仅占国际订单总量的3%。2002年，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加入 WTO 的中国要成为世界第1大造船国，并设定了2015年达成目标的时间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航运市场也开始飞速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之下，2007年中国造船订单首次超过日本，2009年又超过韩国，终于达到世界第1的水平。从中国和加拿大对比看，中国造船业从市场竞争中自谋出路，杀出一条血路，而加拿大造船厂却苦苦等待政府项目的投喂。到了3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支撑一份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合同。当然，作为世界最大的造船国，中国在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以及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方面仍然落后于韩国和日本。之后的中国是否也会被超越？比如被越南这样的国家取而代之？越南造船的订单量在2020年至2024年增长了近4倍。中国能否保持对该行业的控制，还有待观察。回到 BC Ferries 采购中国船只的争议事件，在 Made in Canada 会议上，也就是 BC Ferries 负责人说出确保采购流程不受政治干预，以及最终方慧兰辞职之后，加拿大政客们突然之间偃旗息鼓，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而加拿大第1造船厂温华西斯潘船厂放弃投标也并不是第一次。之前的2016年和2020年 BC Ferries 还采购过4艘中型轮渡，都是由波兰的船厂建造的，而本地厂家也没有参与。可以看出，产业界对此状况实际上一直都心知肚明。所以最终在降低成本和参与竞争的选择中，加拿大造船业最终选择了躺平，并等待政府的投喂。BC Ferries CEO 在 Made in Canada 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谁来支付发展大规模造船业的投资费用？如果选择在加拿大建造，而成本是国外船厂的2到3倍，那么最终成本还是会转嫁到用户身上，这对 BC 省的用户公平吗？这位 CEO 还说，持续了近20多年的关于轮渡建设的辩论，应该考虑更现实的因素。最后一个问题，在这场争议中，媒体和自媒体也在煽风点火，他们不呈现事实的全貌，
只关心哪个角度更能吸引眼球，比如没有产能的分析，而只有中国的威胁；没有成本的比较，而只有就业的危机。反而是在这些震惊体发言的评论之下，一些留言纷纷提出质疑：博主为什么不说这些船厂不投标的原因呢？本土造船厂是不是被喂得太饱了？当年的丑闻就这么快就忘了吗？世界很复杂，答案很稀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点赞订阅。额外的话，BC 省与中国的关系在加拿大独树一帜，超过15%的出口销往中国，而加拿大全国对华出口仅占4%。BC 省的鲁伯特王子港出发的航道是北美通往中国最快的航道，而温哥华港则是加拿大通往亚太地区贸易的最大门户。大温哥华地区约有1/5的人口是华裔，而比例还在增长。